这里是 Dr. Q 带你进入四元素时空。好的，我们直接开始哈。你知道我们今天手上这叠资料，其实都在讲同一件很头痛的事。就是那个 GW170817重力波事件，对吧？对，重力波跟光在宇宙里跑了1亿多年，结果抵达地球的时间竟然只差1.7秒。这听起来很惊人，但对我们这些做理论的人来说，这根本是一道铁闸门。完全是一道冰冷又沉重的铁闸门，它直接把一大堆充满想象力的理论全部都关在门外了。说铁闸门真的非常贴切，它几乎是在对所有想修改广义相对论的人说，你们可以玩，但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没错，任何会让重力波速度和光速有明显差异的理论，基本上在这一天之后都得进加护病房。所以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就变得很实际了。如果我们还想挑战现有的重力理论，想用它来解释暗能量、暗物质这些宇宙中最深的裂缝，到底该怎么办？传统的做法有点像在修一台老旧但还能跑的机器，习惯是往里面加零件。对，加一个新的肠，加一个新的抠合项，希望它能跑出新功能。但结果往往是，这些新零件会带来一堆副作用。那些副作用才是最致命的，像是理论里会冒出一些能量是负数的幽灵，那个很糟。或者粒子可以跑得比光还快。还有一种后果就是让重力波的左螺旋和右螺旋两种偏振用不同的速度传播。这些在 GW170817之后，基本上全都出局了，几乎都被宣判出局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条路就很有趣了，它反其道而行。你手上的资料提出了一个叫做 PTQ 的理论框架，它的起手式不是加法，而是减法。没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核心概念你可以想象成，在我们开始动手修改重力这栋建筑之前，先为它戴上一副非常特殊的偏光眼镜。偏光眼镜？对，这副眼镜我们叫它 PT 投影，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滤镜，它不管你加进来的东西有多花俏，多有潜力，只要不符合某种特定的对称性规则，就直接过滤掉，让它归零。所以这次讨论完，你将会带走一个很反直觉的框架。在改写宇宙规则之前，第一步或许是先学会如何删除。OK， 先删除再创造。这个想法让我想起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在录音室处理一段访谈，最麻烦的其实不是有人讲错话，那可以剪掉。最麻烦的是那种从头到尾都存在的背景噪音，像是空调的嗡嗡声、电流的嘶嘶声。如果你不管这些，直接把背景音乐加上去，会发生什么事？噪音会跟着音乐一起被放大，最后整段音档都毁了。完全正确。所以任何专业的音讯工程师，第一步一定是降噪，先清干净。对，把那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先清干净，你才有块干净的画布可以创造。所以主流方法就像是那个急着加音乐，结果把噪音放大的菜鸟工程师。这个比喻我得借来用，而且还可以再深入一点。降噪也有分等级，对不对？有些噪音你可以事后用等化器把它压低。用 EQ。对，这就像主流方法里的微调参数。你承认问题存在，但想办法把它的影响力调到非常小。OK。但如果是那种录音设备本身有问题造成的电流嗡嗡声，你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从源头上就换掉那条坏掉的线。从根本上解决。对， PTQ 想做的就是直接换掉那条坏掉的线。了解，不是去补救，而是从根本上就不让问题发生。完全正确，所以这就对应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主流做法是，我们先加新的自由度进来，然后再回头烦恼怎么控制它们带来的副作用。先上车号补票。没错，而 PTQ 的逻辑是，我们先用一个严格的对称性规则，把所有可能的副作用从源头上就筛掉，然后才让理论在一个干净安全的空间里生长。它的出发点就是一句话，先把不合格的自由度删掉，才来谈修改引力。你看，
这里的关键是，这个删除的动作不是靠运气，不是靠把某个参数调到小数点后30位来躲避观测，而是靠规则。而是依靠一套不能讨价还价的规则。等等，我得打断一下，这个先删再说的做法听起来实在太霸道了。我懂。物理学的发展，不就是常常发现一些我们本来觉得不该存在或很奇怪的东西吗？宇称不守恒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啊。对，我们怎么能确定自己不是把下一个诺贝尔奖等级的发现当成噪音给滤掉了？这是最核心的质疑，而且非常合理。所以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取舍。这个方法绝对不是万灵丹。OK， 但它的目标非常务实。我们的第一步是先想办法建立一个候选理论的安全名单。安全名单。对，名单上的理论至少要能在 GW 170817那道铁闸门的严格审判下存活下来，而不是创造一片理论的汪洋大海，里面什么都有，但9×9的理论一碰到速度检验就当场沉船。先求及格，再来谈拿高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选择。但如果照你说的，用规则删掉了很多可能性，这不就代表你的理论能调整的空间变小了吗？没错。万一跟未来的观测结果有任何一点点不合，不就马上死当，连转圜的余地都没有？听起来很危险啊。你说对了，这就是一种深刻的物理诚实。物理诚实。对，他逼的理论不能靠东调西调那些自由参数去讨好数据，他必须直接面对最严格的检验。这听起来很危险，但这才是科学理论该有的样子。一个有太多自由参数、什么都能解释的理论，其实什么都没解释，反而是一个更僵硬、更容易被推翻的理论才有更价值。因为一旦它通过了考验，它的成功就更有说服力。好，我懂这个精神了。先生存，再发展，而且要活得有骨气。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核心工具 PT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资料里把它拆解成2个动作：照镜子加上倒带。这听起来很直观，但物理上到底代表什么？你抓到重点了，它的物理图像就是这么直观。我们把它拆开来看，第一个是 P， 英文是 parity， 中文翻成宇称。宇称，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照镜子，把所有的空间坐标 x、y、z 全部变成负 x、负 y、负 z。就像你站在镜子前，你的左手会变成镜中人的右手。就是这样。OK， 这很清楚。那 T 呢？ T 是 time reversal， 时间繁衍。这更好懂，就是把一部电影倒带播放。倒带。物理上就是把时间 t 变成负 t。所以整个 PT 操作合在一起，就是对你的物理系统先照一次镜子，然后再把整个过程倒带播放。明白了。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把这2个动作绑在一起？它们各自听起来都很有趣，为什么非得要照镜子加上倒带？这背后有很深的物理原因。在20世纪中叶，物理学家发现，在弱交互作用里，单独的镜像对称，也就是 P 是被破坏的。吴健雄的实验。没错。后来又发现 CP， 也就是镜像加上电荷反转，也可能被破坏。这让大家很困惑，难道宇宙的底层规则就是这么不对称吗？但有一个更根本的定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理论是合理的，那么把 P、T 和 C， 也就是电荷反转3个操作全部绑在一起的 CPT 对称是必须要严格遵守的。所以单独的 P 或 T 可能会骗人，但把它们绑在一起，有时候能看到更深层的对称性。完全正确。尤其在重力这种跟时空结构本身有关的理论里， PT 对称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它能确保你理论中的一些基本物理量，比如能量，是真实的、可观测的，而不是会导致系统不稳定的虚数。它就像一个品质检测员，确保你的理论不会产生一些数学上存在，但物理上是鬼故事的东西。那这个检测员的标准是什么？他怎么决定谁合格谁不合格？标准非常机械化，不带任何个人情感。你把理论中的任何一个数学项丢给他，他就对这个项做一次照镜子加倒带的操作。
如果操作完，这个项跟原来长得一模一样，那它就是 PT even、PT偶，检测员就盖章放行。OK，但如果操作完，它变成了跟原来刚好差一个负号的样子，或者变得面目全非，那它就是 PT odd、PT 奇，检测员就会直接把它丢进垃圾桶。好，这里我有一个根本性的疑问，你可能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对称性听起来终究是一种数学上的美感，一种抽象的规则。为什么他有权利决定什么是真实的物理现实？这会不会只是物理学家的一厢情愿？这个问题问到了物理学的灵魂。我的回答是，在物理学的历史上，对称性从来都不是装饰品，它往往是可重复性与可测量性的根本来源。怎么说？你想想，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今天和明天，在台北和纽约做同样的物理实验，定期待得到同样的结果？这背后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平移对称性在提供保证。对称性就等于守恒律，这就是物理学最深刻的洞见之一。诺特定理。没错，在这里 PT 对称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候选原则，它的目标就是从一开始就保证你的理论不会带有那种会导致虚假不稳定性或方向性偏见的成分。了解。所以对称性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理论能用。那我们有了 PT 这个筛选标准，接下来就是那个最关键的动作——投影。资料里用了一个比喻，说它像一个非常严格、六亲不认的机场自动安检系统。对，这个比喻能帮助你理解它的强制性还是自动性。你把任何一个你想加到重力理论里的新零件，想象成一件行李，把它丢进这个安检系统。OK， 系统会同时做两件事：第一，它扫描你这件行李原本的样子；第二，它立刻计算出这件行李在照镜子加倒带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呢？然后系统的输出只会是这两者共同拥有的部分。共同拥有的部分，这有点抽象，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吗？比如说，你的行李，也就是那个数学项，可以被拆成 PT even 和 PT odd 两个部分。经过 PT 操作后 ，PT even 的部分不变，而 PT odd 的部分会变号。那么，原本的样子和操作后的样子共同拥有的部分是什么？只有那个 PT even 的部分。完全正确，就只有那个 PT odd 的部分，因为一个是正的，一个是负的，它们的共同部分就是0。所以经过这个投影安检门之后，所有 PT odd 的成分就直接消失了。我懂了，这不是一个手动挑选的过程，不是。不是，物理学家说，我不喜欢这一项，所以把它拿掉，而是这套规则判定它不合格，所以它在数学上就必须归零。没错，这就像你过机场安检，你不能跟安检员争辩说我这把小刀其实很安全。规则就是规则，金属探测器响了，你就必须丢掉。就是这个意思，不合格的项连存在的机会都没有。哇，所以我们可以再次对比一下传统方法的不同。传统的做法通常是我先加了这个项，然后再看看实验数据，希望数据能告诉我这个项前面的系数非常非常小。像是带着小刀上了飞机，然后祈祷自己不会被发现。对。而 PTQ 的做法是，如果这个项过不了对称性安检，那它就根本不允许出生。但这样做等于是先设定了一个很强的信仰，对不对？我们等于是先相信 PT 对称性在重力理论中必须被遵守。是的，我必须坦诚，这是一个理论选择，它不是写在教科书上的公理。但这个选择背后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GW17017。那道铁闸门。对，那个速度要求实在太严苛了，它几乎是在逼迫物理学家去寻求一种结构性的保证，而不是依靠数值上的运气或微调。了解。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先用一个对称线滤镜，确保你不会引入那些一看就知道会破坏对时的项目，是一个非常合理，甚至可以说是保守的策略。OK， 讲了这么多原理，我们来看看这个策略到底有没有用。资料里提到一个它能立竿见影解决的问题，一个对很多理论来说是致命的副作用，叫做
重力双折射。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但概念很直观，像光线穿过某些晶体时，会分裂成两束偏振方向不同、速度也不同的光。在重力波这里，类似的事情也可能发生。重力波有两种偏振模式，一种是左旋的，一种是右旋的。好的，所谓重力双折射，就是指左旋的重力波可能用一种速度传播，而右旋的重力波用另一种速度。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站在地球上，用2个侦测器分别测量从同一个中子星合并事件发出的重力波，一个侦测器专门看左手螺旋的波，另一个专门看右手螺旋的，我可能会发现它们抵达的时间不一样。完全正确，哪怕只差了1/1000秒，这都代表它们在宇宙中跑的速度不一样。那这个现象对 GW170817 那道铁栅门来说，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没错，宇宙的对时观测已经告诉我们，重力波整体来说和光速的差异极小。如果你的理论还允许重力波自己就分裂成2种速度，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自杀式的设计。那 PT 投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许多主流的前沿理论中，那些会导致宇称破坏，也就是左右不对称，从而引发重力双折射的候选项目，它们在数学上是允许存在的，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但当你用 PT 对称性的标准去检查它们时，会发现这些项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我们刚刚说的 PTR 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照镜子倒带之后，会变成跟自己相反的样子。正是如此。于是当这些项通过 PT 投影那个安解门的时候，结果就非常干脆了。它们就消失了吗？对，不是变小，而是直接变成0。就是直接变成0，从方程式里被干干净净的抹除掉了。哇！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提前止血。在传统的修补路线里，你可能要先承认理论中有这类项，然后再辛苦的用实验数据去限制它的系数，把它压到几乎为0。但那样做永远会留下一个恼人的阴影，就是为什么宇宙刚好让这个参数那么小？这种微调问题。没错。PT 投影的态度则是，如果这类项本身就会破坏对时的基础，那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以一个物理自由度的形式出现。好，聊到这里，我要提出最尖锐的一个挑战，你可能也会反驳。可是，宇宙或许真的存在微小的宇称破坏啊，只是我们还没测到而已。当然。你这样用一个规则先入补主地把它直接删掉，会不会太武断了呢？我完全同意，这就是这个方法论最核心的赌注。赌注。对，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这个规则看作是一个可赌可输的科学预测，而不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仰。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输的条件，也就是物理学家最看重的可否证性。没错。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理论框架就是错的。可以说得非常清楚。第一，未来只要观测到重力波的左旋和右旋偏振，它们的传播速度有可重复的系统性的差异，不管多小。OK。第二，或者观测到任何其他明确的无法被当成系统误差的宇称破坏重力讯号。只要上述任何一项被可靠地证实，那就意味着 PT 投影这条规则太强了，它删错了东西。到那时，这条规则就输了，就必须被修正或放弃。一个好的理论不仅要告诉你它对在哪里，更要告诉你它会在哪里输掉。就是这样。聊到这里，我感觉我们讨论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理论，它更像是在回答一个更务实、更具操作性的问题。在我们探索未知时，有哪些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理论陷阱，最好不要走？对，是一种先帮自己扫除地雷的研究姿态。那如果我们把路都扫干净了，下一步呢？你说的干净这个词非常重要，这里的干净不是指美学上的洁癖，而是为了理论的可控性。可控性。因为在带上了这个对称性滤镜，把理论的入口清干净之后，我们下一步想做的几何动作会更大胆。比如在标准的广义相对论里，时空的尺，也就是度量，和罗盘，也就是联络，是绑在一起的。但有些替代理论，比如所谓的 Platony 姿态，会想尝试把它们拆开，让它们成为独立的实体。
把齿和罗盘拆开，这听起来就像是一次大手术。的确是大手术。这样做就会让扭率 torsion 这种新的几何自由度有机会登上舞台。扭率，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引入扭率这种猛药之前，你没有先用 PT 投影做一次降噪，那么扭率一旦出现，就会和理论中原有的各种幽灵模式、阈嵌破坏项纠缠在一起，那将会是一团乱麻。我懂了，你会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问题。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些是可能对应到真实物理的讯号，哪些又纯粹是理论内部产生的垃圾。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主流的做法常常是在同一套几何框架里不断增加新的场，而 PTQ 的路线则是先规定一个所有可观测物理都必须遵守的对称性滤镜，然后才在通过滤镜的干净基础上去进一步扩展几何本身的样貌。没错，这让整个探索过程变得更有条理。先降噪，再错取，就是这个意思。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收获。我们完成的其实不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例子，也不是给了你一个神秘的宇宙公式，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改写重力的入口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先用 PT 投影，把那些不物理的会导致理论不稳定的成分从结构上直接删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理论从一开始就踩到 GW170817 设下的那道速度铁闸门，也避免了依靠微调参数来硬撑的尴尬。这个规则关上了哪些门？它关上的是一整类数学上可以写，但物理上很可能不该写的路。特别是那些会导致重力波左右旋速度分裂，会引入不稳定自由度的项目。换句话说， PTQ 在这第一步排除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模型，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那种遇到困难就往理论里加料，然后再回头想办法补洞的习惯。完全正确。那它又打开了哪些门呢？它打开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你的理论入口变得干净之后，你就可以更清楚地去问，几何本身还能如何扩展，而不会被各种理论的杂讯牵着鼻子走。像我们预告的，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在干净的基础上，更大胆地去探索像帕拉提尼这样的几何姿态，把尺和罗盘拆开，让扭略现身，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同样活过这场更残酷的理论淘汰赛。最后，我想为你留下一个深刻的，甚至有点挑衅性的思考点。这句话直接引自我们的来源资料，请记住，一个真正的理论，不是你加东西加到你满意为止，而是你删东西删到你再也无处可逃。